嗨，今天来介绍我的办公桌好物了，全都是我吃饭的家伙啊。那我会介绍到我的电脑、显示器、鼠标、键盘，还有相应的配件，用来增加舒适感、增加生产力，以及让我工作的时候看着舒适的小摆件们。那每一个产品的信息和链接呢，都在下方的信息栏，对应屏幕上出现的编号。OK， 开始。我这个升降桌啊，它是来自 Costco。我之前其实一直在我们家的 office 工作，那我的办公桌呢也是很大的 L 型升降桌。几年前呢，我老公开始居家办公之后，就把整个办公室给霸占了，导致我不得不挤在这个小空间啊，就买了一个最小的升降桌。这个真的是我能买到最小的了。所以呢，我桌子上的东西都是最精简的。OK， 先说电脑啊，我对于我的生产工具的选择是这样的，能选最好的就选最好的，毕竟一切的节省都归于对时间的节省。它其实不是一种奢侈，它和买包的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呢是对你的时间效率和心理健康的非常明智的投资。那我这台 MacBook Pro 呢，大概是2年前左右买的，它是16 inch M2 Max 64G 和2TB，应该算是当时能买到的一个最好的苹果本了，可以轻松处理 8K 视频剪辑啊，3D 渲染啊，那配我就是绰绰有余啊，我也就剪点简单的视频什么的，差生文具多吗？但是它真的是提高生产力啊！平时就把它竖在这里。这个支架呢是一整个系列都是 OK Wood， 我很喜欢他们的设计，就是手工木质的，它很有质感，里面还有一层海绵垫，就不会伤电脑外壳。出门呢我就拿着这个笔记本，在家办公呢我就直接接上这个显示屏，不然如果是有2个电脑的话，会觉得很烦。那我这个显示器呢是苹果的 Studio Display， 它是27 inch 的5K Retina， 因为我对显示细节有要求，但是对屏幕大小没有什么要求，而且呢，我也觉得屏幕不是越大越好。我就找不着鼠标，就是选来选去呢，我还是觉得苹果的这个最适合我。我这个呢是标准玻璃，但是配了可以调节高度的，因为我当时研究了一下，就是我这个房间其实不太存在反光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，肯定还是选那个 Nano Texture Glass 更好。但是我家选了这个可以调节高度的支架，就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它能差出400刀，你敢想啊？就如果你不加它，这个显示器它就只能抬头和低头，它的高度是不可以调节的，除非你配外接支架。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啊，因为我有的时候站着，有的时候坐着，而且呢，它也会看起来更 clean。苹果的设计还是非常极简和精巧的。我这个显示器下面呢还加了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就是它可以继续加高一点点高度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将这个显示器抬到我视线水平，同时呢让键盘位置保持在比较低的地方，这样的话我打字的时候我的手臂可以比较自然的下垂，肩膀能够完全放松。它下面还可以再放点东西嘛，就是增加一下桌面的利用空间，毕竟我这桌子这么小。然后来说我的键盘，它是这个罗技的这个 mini 版，如果你是需要敲数字的话，那就买那个全尺寸的啊，因为我主要就是打字，对这个键盘就已经足够了，真的手感绝了啊！就不知道它比苹果的那个蝶式键盘好多少倍。那它这个凹陷设计也很舒适，你按键的行程很适中，很柔和，但又有很清晰的触觉反馈。就它不会像机械键盘那样噼里啪啦的，但是它的反馈是足够明确的，就是你打得很爽。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啊，我相信有这款键盘的人都懂啊。你一敲你就觉得爽。我老公看我买了这个之后呢，也换掉了他之前最爱的机械键盘。那这个键帽的触感就怎么说呢，就是那种滑而不腻啊，看起来呢也是干净整洁，打字声音治愈级别的。我记得我之前说过，我会没事儿就练一练打字速度嘛，毕竟生产效率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，我超级推荐。那下面呢，我加了一个比较低坡度的支架，就是这种也是亚克力透明的，平时呢也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发现我打字的时候手腕还是比较习惯有一点点坡度，它可以减少我这个手腕的弯曲角度。OK， 我来说一下这个鼠标，罗技的这个 MX Master 3S for Mac， 强烈推荐，安利给了我周围很多人。其实键盘说实话都没有这个重要，它的各方面的指数就不细说了啊，就满级，手感满级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各种设置，还有7个可以编程的按钮，就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调节嘛。那比如说如果我剪视频的时候的话，就很多功能其实你用键盘的快捷键你可能要同时按好几个，但是呢你添加到鼠标里面你就按一次就行了。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要快速粗剪我的视频，那我可能直接单手操作，就是剪掉删除剪掉删除，就咔咔咔，鼠标就快速完成了。那每一个软件呢你还可以单独设置啊，哪怕你只是浏览网页，
比如我常用的有点击新开一个页面，就之前你可能要按着 Command 键去点，但是你有了这个鼠标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点这里就 OK 了，你就点，直接就有新页面了，很快。然后关闭页面呢也是一键关闭，后退一键后退，复制一键复制，粘贴一键粘贴，完全就是靠鼠标就可以完成。它还可以一键桌面切换啊，窗口管理啊，总之就是根据你们的喜好来，不要小看它啊，好像就不是省那么几个按键嘛啊，其实它不仅仅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，对时间的节省，也是心理上你就会觉得很舒畅。当然只要是工作都会闹心，但是啊，就是使用优质的工具啊，就会有一种满足感，稍微心情能好一点点。我这个鼠标下面呢也放了一个这个云朵鼠标垫，就它加了一个手腕的支撑之后呢，就会减少一点这个腱鞘炎吧。这个系列有各种颜色啊，我觉得白色是最有这个云朵的感觉的。OK， 然后是这个创意控制台，它是两个东西啊，也是逻辑的啊。一个是智能旋钮，就它比较适合调色呀这一类的需要比较精准的控制参数的工作。然后呢是这个可编程的快捷按键，就各种键，它是可以一键直达，每一个程序还可以再单独设置这个按键，就有无限的组合，无限的可能。比如有的时候我做列表的话，就是需要复制粘贴回车，复制粘贴回车100次，我就把左手放在这里，噼里啪啦的就会快很多。那它呢还可以和 Adobe 的全家桶无缝集成。如果你有 Adobe 的任何一款软件的话，你都懂这个含金量啊。OK， 说完键盘，说旁边这个台灯，这个是 Dyson 的，这个灯真的太好用了。我是先买了这个，就是这个台灯版本的，放在桌子上的。然后呢，我又买了2个地灯，就是可以直接立在地上，就是高了一点啊。一个呢是放在我的卧室沙发旁边，我看书用的。或者就直接作为氛围灯啊，就也很好看。还有一个呢是给我儿子看书来用的，我都买的是金色款的，我觉得金色很好看。它可以模拟自然日光的变化，自动调节 K 值，调节色温啊，根据你的所在地、所在时间去模拟当日的这个日光的变化。比如说早上可以提供冷光，就可以促进我们清醒啊；晚上呢是暖光，帮助你放松啊。当然你也可以不使用它这个自动的功能，就是手动来调节。我晚上工作很晚，我会把它掰过去用来照屏幕后方的墙，就是会间接照明嘛，它更柔和呢，也可以缓解视觉疲劳。那如果需要写字的话呢，我就直接照桌子。它有一个 precise 的模式，它可以提供比较聚焦明亮的光线。你涂指甲油啊，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功能简直就是救星啊！不然我经常觉得啊，涂的好美，然后一出门太阳一照，就我勒个去，咋这样呢？官方说这个功能是比较适合各种精密操作，比如说修表啊，做一做这个手工工艺制作啊什么的。你如果不用的话，你就把它放回来，作为这个氛围灯，也是很好看。我儿子是很喜欢的，我强制他，命令他看书的时候必须要在 Dyson 的灯下面看。那 Dyson 是说这个灯的寿命是60年，你说这谁知道了啊？反正我才用了1年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但目前来讲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OK， 说完主力，来说一说配菜啊，不是配件啊。从最左边开始说，其实我这些东西的摆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就是我总是时不时的把它换一换位置，但是这些东西它是会一直在我的桌面上的。OK， 这边就是我的耳机，我的耳机就是这个 PX8，我还是很喜欢英伦的耳机的啊，它声音细节很不错，颜值也很高。这个支架呢也是 Oak Wood， 就是和旁边的这个笔记本的支架是一个色系的，他们还有这个托盘，就是都是这个核桃木手工打磨的，手感很不错的啊。我记得它应该好像还是磁吸的，就是你可以买一堆tray，然后把它连在一起，但是我只买了这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在桌面上加一些这一类的叫什么，就是天然木质的这种元素，就是有一种给工作环境添加一丢丢自然气息的感觉啊，缓解一下电子设备带来的冰冷感。那之前呢，我还会放些绿植。但是他们在我的桌上都活得不是很好，连他们都嫌弃这个斑味太重啊，我就都给他们换地儿了啊。现在就果然活得好了一些，我桌面上就只剩一些假的了。这个系列就我之前介绍我那个化妆桌的时候说过是 Crate and Barrel 的假花系列，你就把它放哪里都行，可以就是稍微柔和一下桌面整体的感觉。这个托盘上呢还有一个香薰扩香仪，它是个食材款的扩香机，它外面呢是天然的食材外壳，它有点喇叭啊，小心不要磕着电脑啥的。有的时候我就会点一点薰衣草呀、桉树啊、雪松木啊这一类的精油，可以缓解一下我工作的压力啊什么的。然后呢是这个手机支架，这个支架其实我有2个，我上一期介绍我的化妆桌那一期呢是比较矮的，因为我在护肤的时候、化妆的时候不太需要这个手机屏幕很高。那这个呢就是它能拉得更长，因为我有的时候站着嘛，或者是需要手机和电脑屏幕配合使用的时候，我就会需要它高那么一点点。它都是 MagSafe 的，就可以随意的调节角度。旁边是一个小镜子，就是我要时不时的看看自己
是不是皱着眉头看电脑啊？我就赶紧调节一下啊，或者是不是很驼背啊？你赶紧挺起来。这个镜子下面呢还有一个小tray，就是有个小收纳，可以放点东西啊什么的。我还挺喜欢他们家各种收纳系列的啊，比如说我桌子下面的这个数据线收纳也是他们家的，这个白色的还有个黑色的，就是你可以把这种乱七八糟的插销啊什么的，你都把它扔进去。里面这个插座呢是 Anker 的超薄10合1，特别好用，也有巨多的安全保护啊。我觉得 Anker 真的是咱们非常不错的出海品牌，就不管是插排还是数据线啊，在 Amazon 基本上都是排第一的，支持一下啊。我的桌面上还有一些我的爱马仕配货们，养马人嘛。但是啊，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的配货啊，就是我天天能够用到的。一个是这个水晶灯，这个小的松果灯，之前给大家介绍过，就是新版的是这个 Type C 的接口了，那放在桌子上呢更容易充电。对，然后这个 Dyson 灯，这个灯上带一个 Type C 的接口，我有的时候会用到它给我的这个小松果灯充电。它是有3个档，3个冷光的档和3个暖光的档，就晚上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它打开，增加一点这个氛围感啊。是这个本子，就随手记个东西啊什么的，利用率还是非常高的。我老公有一个大的黑色的啊，它也是写满了好几个芯儿了。还有这个皮子的 mini tray， 就是用来临时放一放这个储存卡什么的。旁边这个三星的移动硬盘，因为我的文件太多了，我的电脑放不下，我还是需要外接一个移动硬盘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也是介绍过好多次了，是我觉得我能找到的最好看的移动硬盘。OK， 然后是这个水杯 Stanley 的这款保温杯啊，我没有用上面那个盖儿啊，我就直接这么用，因为我经常喝冰的东西嘛，就是冰美式啊，什么冰水啊，反正我去喝冰的东西，保温杯主要保的是冰。如果是用普通的那种玻璃杯的话，它就会有凝结现象嘛，在桌面上就会形成一圈水，就特别烦，湿了吧唧的。那这个保温杯呢就不会，因为它是真空绝缘的嘛，也就不需要杯垫了，而且这个杯子也很大嘛，能装很多水，我喝的比较多。关键是它也挺好看的，很符合我桌面这个整体的色调。然后上面就是我的魔方啦，之前也介绍过了，我工作累的时候会拧一拧，换一换脑子。然后我来说一下我这个椅子吧，这个椅子应该是我用了有5、6年了，我觉得比很多的 game chair 都好坐。当然我这个也是个电竞椅了，它有粉色的，巨好看啊。我这个呢是浅灰色的，它也是高低可以调节啊，扶手可以调节。后面有个磁吸的枕头，这个枕头因为和我的头发颜色太接近了，我拍视频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了。这儿后面是个枕头，这个后腰的这个靠垫也是很舒适的。我之前做那个肩颈好物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后腰靠垫是哪儿买的，就这个椅子自带的。我平时呢会上面加一个这个坐垫，一坐在上面，瞬间你的腰就直了。那因为它增大了这个承重面积嘛，所以呢压力就可以更均匀的分散，对脊柱的这个压力也会减小很多，很适合经常久坐办公的人。当然了，还是要经常站起来动一动啊。然后我这个办公桌旁边就是一个宜家的这个3层小推车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爆款了吧，就感觉人人都有啊，超级好用。我的所有的拍摄用的零件设备都在这里面，万向轮也可以随时推走。哎，有没有人会好奇我的拍摄设备啊？比如说相机啊、打光、收音什么的。虽然我拍的也没有很好了，但是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我也可以再做一期啊。OK 了，那以上就是全部的办公好物了。那所有的产品链接呢，我都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框，或者是在评论区置顶。只要是在亚马逊能买到的好物的话呢，我都会专门的单独列一个 Amazon list， 就是你一键呢就可以看到全部的产品。那如果有任何我没有提到的东西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啦。OK 啦，那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不要忘帮我点一个赞啊。那我们就下期见了，拜拜。